觉醒成诺亚奥特曼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烂人类机甲基地的龙头，指引我穿越到这个机甲与怪兽横行的世界。本应靠满分高考成绩获得 SSS 级炎龙战神的我，却被龙国高层篡改成绩而夺走驾驶资格，并将其给了自己的孙子王凯。对此，我一气之下就要放弃成为机甲驾驶员的梦想时，就听见耳边传来一道提示音响起：检测到宿主当前的状态，光之巨人系统绑定成功，恭喜宿主获得奈克瑟斯奥特曼的变身器以及配套道具能源爆破枪石之翼。闻言，我赫然一喜，好，既然你们不让我开机甲，那我就直接变诺亚。此时，在通往市区的大巴车上，我看着手中突然出现的变身器与能源爆破枪，心里莫名的激动。作为一名奥特迷，我比任何人都了解奈克瑟斯这4个字的含金量，这可是神秘4奥之一诺亚的幼年体。虽然说目前只是幼年体，但实际上却拥有足以碾压大部分奥特曼的战斗力。如果日后能进化成完全体，成为传说中的奥特之神诺亚奥特曼，别说区区一个蓝星了，就算是整片宇宙，我也是无与伦比的存在。不过眼下尴尬的是，我现在这副幼年形态只能靠吸收其他能量才可以成长最新形态。与此同时，北疆市机甲怪兽基地不好了，在城市中检测到怪兽能源反应，这次出现的怪兽能量等级为6，是罕见的高等级大怪兽，战斗机甲有强有弱，而那些袭击蓝星的怪兽也同样如此。目前人们将怪兽的危险等级从强度低到高划分为1到10级的10个等级，其中等级超过5级的怪兽被称为大怪兽，身高最少都有40-50米，十分难对付。超过7级及以上的怪兽更是会对人类世界造成毁灭性的破坏。此时北疆市基地的负责人李处长在接到手下的报告后愤怒不已，这些该死的怪兽，我操他们祖宗，一次又一次出现没完了是吗？立马下令让黄岩驾驶黄蜂突击号出击，务必在灾难扩大规模之前将怪兽消灭。黄蜂突击号乃北疆市的最强机甲 SS 级，擅长灵活突袭，聚集与力量与速度极致的罕见飞行机甲。为了让机甲整体轻量化增加速度，牺牲了部分防御力，但从速度上增加过后的力量极其强大，号称能切开一切物体。随着他一声令下，基地上方的合金装甲大门打开，黄岩驾驶黄蜂突击号一飞冲天，朝着目标区域前进。然而这时坐在大巴车上玩手机的我，也从心里突然感觉到莫名的颤抖。仅2秒半的时间，我便预知到了怪兽的具体位置，这就是成为奥特曼后同时觉醒的预知能力吗？而此时司机还不知道危险即将降临的事情，依然认真的开着车。突然，呼隆隆，地面隐隐开始震动。下一秒，一个长得像穿山甲一样的怪兽从地底下冒了出来，地面瞬间塌陷，出现一个巨大的深洞。就当我打算拔出进化信赖者，准备变身奈克瑟斯奥特曼时，一道黄黑相间的巨大身影从天空中直线垂落，只一眨眼就降落到地上。当尘埃落定后，我才看清那巨大身影到底是什么。SS 级机甲黄蜂突击号，居然是他出动，看来有好戏可以看了。伴随着一声巨吼，怪兽对眼前突然出现的巨大机甲就开始行动了起来。而黄岩虽然骄傲，但一点也不自负，没有着急动手，一边与怪兽对峙，一边跟基地那边联系了解对手的特点。指挥室，这个怪兽的数据分析出来了吗？黄岩，这个穿山甲怪兽身高28米，身长60米，它的爪子和牙齿非常锋利，千万不要被碰到，否则以黄蜂突击号的防御力，恐怕挨不住一下。另外，这个怪兽的喉咙有惊人的能源反应，初步猜测它可能具备发射能量的能力，你千万小心。知道了，真不愧是6级的大怪兽啊，果然跟以往的那些怪兽不一样，这样强大的对手才能让我有交手的兴趣。黄岩，你先拖住怪兽，增援的2台 A 级机甲即将抵达现场，到时候你们3人一起围攻，一举歼灭敌人。行，我知道了。黄岩已经打定主意，在增援抵达之前，先跟怪兽对峙一阵再说。只可惜天不遂人愿，他想拖延时间等待增援，可人家怪兽不愿意啊。下一秒，还没来得及他反应，穿山甲怪兽便朝着黄蜂突击号猛冲了过去。黄岩被突如其来的行动惊了一下，不敢与之正面对抗，赶紧控制黄蜂突击号升空，接着开启双肩装备的能量炮，瞄准穿山甲怪兽开火。爆炸的火光将怪兽全身覆盖，烟雾满天，扩散到方圆好几公里。但由于穿山甲怪兽外表有一层很厚的鳞甲，防御力极高，以黄蜂突击号的火力根本不足以破防。而正因为这次的轰炸之下，让怪兽对眼前这个会飞的大机甲变得更加痛恨厌恶，仰着脑袋对着天空四处就是一顿火球。黄岩暂时不敢落地，只能依靠自身的敏捷，在半空中盘旋躲闪的同时吸引怪兽的注意力。与此同时，黄蜂突击号与穿山甲怪兽战斗的情形，此时正在被龙国的监控卫星拍下全球直播。许多人都看着黄岩的表现，一些人觉得黄蜂突击号很沉稳，表现不错，但也有些人却认为他的表现太龟了，打得一点都不爽。直播间的评论区更是乱成了一锅粥。而此时黄岩却还不知道自己正在遭受网络，因为他的眼里就只有敌人。虽然躲过了穿山甲怪兽喷出的火球，但他不知道下一发火球什么时候会再来，所以一点都不敢大意，时刻注意着穿山甲怪兽的一举一动。而远处的我看着黄岩的操作，却也挑不出任何毛病。在面对这种皮糙肉厚的敌人之时，必须得有人帮自己佯攻，创造攻击的机会才行。如果贸然行动冲上去厮杀，必定是自寻死路的行为。片刻，由于怪兽的连续攻击都未能命中，他干脆放弃目标，转头就往市区的方向前进。那边有浓郁的生命气息在吸引他，距离市区只有不到30公里。一旦让穿山甲怪兽进入市区，势必会对北疆市造成严重破坏。这一下，李处长开始慌了。黄岩，不能让怪兽进入市区范围，攻击怪兽吸引他的注意力，无论如何都不能让他再往前。知道了。接到命令的黄岩没有办法，只能放弃原本的战略，使用尖炮连续释放能量炮攻击怪兽。周围的山林也在黄蜂突击号连番的攻击下燃起了大火。穿山甲怪兽可能是受不了火焰燃烧的炽热，爬得更快了。眼看怪兽不上当，黄岩也开始慌起来。不行，这个怪兽根本不上当，他不搭理我。支援还有多久到达？实在不行，我尝试一下突袭，看看能不能攻击这个怪兽眼睛、屁股等要害部位。攻击屁股这种事情，虽然说起来有点恶心，但是对于大部分怪兽而言，这个部位确实是无法防护到的要害部位。然而就在黄岩准备动手之时，2台体型厚重的机甲赫然出现在了黄岩的视线中。这2台机甲的造型几
几乎一样，分别悬浮于半空中快速前行。在2台机甲的背后，分别还印着北疆4和北疆6的字样。支援已经到达，黄岩别冲动，按照原定计划作战。咚咚，2台机甲落地的动静几乎可以说是地动山摇。而此时穿山甲怪兽也被2台重型机甲落地时的气势唬住，停止前进，疑惑地看着前方。出击，牵制怪兽，给黄蜂突击号创造攻击机会。是，2台重型机甲的驾驶员接收到命令，立即驾驶机甲快速前进，冲向怪兽。穿山甲怪兽可能是被2台重型机甲的气势吓到，当即吐出2发火球，分别攻击2台重型机甲。像黄蜂突击号这样的速度型机甲还能躲开怪兽的火球攻击，可这2台重型机甲就没有那么快的速度，他们只能一边冲一边抬起双臂防御。好在重型机甲的手臂上有盾牌型的厚重腕甲，可以有效提升防御力。伴随着火球炸裂，爆炸的冲击力让2台重型机甲前进的脚步被阻挡，双脚深深地陷入大地中。2人刚想将机甲的脚从地里拔出来，靠前的1台机甲一下就被穿山甲怪兽扑反，压在地上疯狂蹂躏。怪兽力量惊人，就算是重型机甲的防御力也难以抵挡，外层厚重的防御装甲被一件接着一件的拆掉。顿时驾驶员慌麻了，疯狂求救。在他的视线里，眼前的这个近30米的大怪兽仿佛就像恶魔般撕扯着自己的躯体。别慌，我来了！趁着穿山甲怪兽的注意力全在他身上，黄岩驾驶着黄蜂突击号立马就全速冲刺，双臂的黄蜂刀用尽全力劈斩出去。砰砰，黄蜂刀的攻击力果然没让人失望，居然真的劈开了穿山甲怪兽外层的鳞甲保护，深深扎进血肉之中。后，穿山甲怪兽痛得凄厉惨叫，变得极度狂躁，危机也在此刻来临。不好了，黄蜂刀卡进怪兽的血肉里，我好像没法拔出来。最关键，黄蜂刀是跟黄蜂突击号的双臂相连，如果黄蜂刀拔不出来，黄蜂突击号就没法行动，还会被穿山甲怪兽带着不受控制的乱动。还没来得及挣扎，一下子就被怪兽的尾巴狠狠地摔在地上。然而刀依旧被卡着，黄蜂突击号皮太脆，扛不了2下，必须得赶快救下来，要不然全都得玩完。知道了，北疆6好不容易才把双脚从地里拔出来，刚想上去协助黄蜂突击号拔出黄蜂刀，穿山甲怪兽却是一下子将其右手过来，2台机甲相撞，北疆6这台重型机甲竟然被撞飞，可想而知这一击的力量有多大。不行了，黄蜂突击号损伤过大，快彻底失去行动能力了。技术人员慌得一批，眼下的情况他们无计可施。我来！此时北疆4勉强从地上爬了起来，虽然他被拆掉了一部分零件，但仍然有行动能力。北疆4双臂张开，扑上去抱住穿山甲怪兽的脑袋，试图限制怪兽的行动。然而怪兽的力量大得出奇，哪怕他用尽全部力量也按不住他，反而还被甩了2下，重重地撞在地上。后，穿山甲怪兽张开恐怖的大嘴，巨大的火焰球凝聚，对着面前的北疆4如此对脸开大。别说北疆4只是A级的重型装甲，就算是换了 SSS 级的重型装甲来，也未必能扛得住。看到这一幕，李处长气得血压飙升，对着作战指挥室的话筒狂吼：不好，北疆4，快想办法躲开，千万不能被怪兽的火球命中，你会死的！不行，机甲损伤太重，我一下子挣脱不了。北疆4的驾驶员闭上眼睛，已经认命，做好牺牲的准备。可就在这时，唰，一道光出现了，从天而降的光芒就在怪兽的火球还未完全成型时，猛地将其撞飞了出去。奄奄一息的北疆4捡回一条狗命。此时所有人的目光都在那道突然出现的光芒身上，光芒快速凝聚，最终变成一个40多米高、浑身银灰色的巨人。由我变身的奈克瑟斯奥特曼幼年形态正式登场。那是什么？新的怪兽吗？此时就连见多识广的李处长也完全看不出来奈克瑟斯奥特曼到底是什么，就连从不看直播的战斗部最高指挥官叶云龙也因为银色巨人出现的消息顿时满脸困惑，认真的观望着屏幕。这就是变身成奥特曼的感觉吗？我现在浑身充满了力量，无所不能。然而正当我高兴之时，穿山甲怪兽翻个身便爬了起来。此时此刻，怪兽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后，他对着我大声嘶吼，企图将心中的恐惧驱逐。见状，我摆出战斗的姿态。不过这时奈克瑟斯的幼年形态并没有武器可言，我也只好用双拳施展拳法肉搏。咚咚咚，穿山甲怪兽发起冲锋，快速向我冲来，我也毫不畏惧，迎面冲了上去。区一个小怪兽而已，难道力量还能比得过奈克瑟斯？我今天就跟你刚正面。然而穿山甲怪兽却是不讲武德，跑到一半全身竟然蜷缩，只把鳞甲露在外面，变成一个大铁球，快速翻滚撞了过来。对于这一招我倒是不意外，像穿山甲以及刺猬这类动物，在遇见强大敌人时都会选择蜷缩成一个球，把坚硬的外壳或者锋利的尖刺对准敌人。看着巨大铁球飞快冲过来，我右手捏拳凝聚能量，被淡淡金色光芒包裹的拳头便一拳打出去，无比的力量爆发，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怪兽竟然被一拳打飞了出去。不仅如此，旁若仔细勘察就会发现，怪兽被我打中的地方已经变得血肉模糊。黄蜂突击号搭配黄蜂刀使出了全力，才勉强破防的敌人，却被我只一拳就轻松破开了防御。如此巨大的力量差异，让在场的所有观众都被这一拳给吓傻了。那个银色巨人的力量怎么会这么强？能检查出来他的危险等级有多少吗？技术人员听到李处长这话，忍不住擦了一下额头的冷汗。报告长官，根据检测反映，那个银色巨人的危险等级有多少？快点说，别磨磨唧唧的。有9.0，而且还在持续上升中，已经快到9.1了。这个银色巨人的危险等级目前无法完全估量出来。什么？超过9.0级的怪兽？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李处长震惊的差点跳起来。要知道，到目前为止，人类还没有面对过9.0级的怪兽。几年前为了对付一个8.0级的怪兽，更是让好几个小国家在战争中都被彻底摧毁。如今一个9.0级的怪兽出现，对他而言，这跟说世界末日来了有什么区别？此时此刻，他倒是希望穿山甲怪兽能够再强一些，最好能跟银色巨人拼个同归于尽，这样所有麻烦都能迎刃而解。伴随着怪兽痛苦的嘶吼声，这下我信心更足，冲上前去凌空飞跃，跨过数百米的距离，将穿山甲怪兽压在地上就是一顿暴打，咚咚咚，一拳又一拳的砸在穿山甲怪兽的身上。后，穿山甲怪兽被打得不断的惨叫嘶吼，尽管他奋力挣扎，可面对巨大的力量差距，他那点反抗的程度几乎可以说是可有可无。这种情形就连旁观的黄岩等人都看得一愣一愣，他们哪见过这种阵仗？一个6级
级的大怪兽竟然被摁在地上爆锤，毫无还手之力。正当黄岩惊叹之时，耳边却传来李处长的声音：“黄岩，听得见吗？现在听我命令，帮助怪兽攻击银色巨人。”话音未落，顿时黄岩脑袋一片空白。倒不是因为他不想攻击奈克瑟斯，主要是眼前这凶残的画面着实让人有些害怕。万一自己惹怒了奈克瑟斯，黄蜂突击号的装甲皮起步比怪兽好拆多了。那个银色巨人是目前史无前例的9级大怪兽，庞若放任不管，以他的能力足以让整个世界毁灭，你懂吗？黄岩不敢再犹豫，随即就从地上爬了起来。虽然此时的黄蜂突击号也是强弩之末，但还是克服了恐惧，提着黄蜂刀就劈了出来。眼见黄岩要对自己动手，我想都不想，直接双手抓住怪兽的尾巴当做武器，对着黄蜂突击号飞过来的方向猛砸。好，天崩地裂般的巨大动静爆发，黄蜂突击号被我这一砸直接崩散了机体，东一块西一块，凄惨无比。曾经有过8战8胜傲人战绩的一代神机，就这么沦为历史。黄岩，李处长声嘶力竭地呼喊着黄岩的名字。黄蜂突击号受损如此严重，恐怕生还的希望有点渺茫。然而这时，北疆 A4和 A6这个时候也重新站了起来。起初2台机甲接收到命令也有点不太愿意，可当2人看见黄蜂突击号被打爆后，也没什么乐意不乐意了。在他们看来，就算自己现在不出手，等下也会被眼前这奥特曼给杀掉。想到这，2人拿出了最快的速度冲锋，一股脑就撞了过来。非得找死是吗？好，那我成全你们！我抓住穿山甲怪兽的尾巴就抡了过去，轰轰！2台重型机甲被穿山甲怪兽的身体撞爆，散落的零件飞得到处都是。自此，北疆市机甲基地派出的3台机甲全军覆没。紧接着，我一把揪着已经跟死狗差不多的穿山甲怪兽，用尽全力往天上一抛，一道金色光线从手腕处射出，十字光线风暴，轰隆！怪兽的身体被光线瞬间打爆，化为灰烬。爆炸的火光将天空都给染红。伴随着轰鸣声的同时，耳边也传来一道系统的声音：恭喜宿主打败6级怪兽，目前红色青年形态解锁进度10%，请再接再厉。我去，打败一个6级的怪兽才10%进度，那我想解锁诺亚德等到猴年马月去。况且一个6级的怪兽已经是很罕见的大怪兽，几个月都还不一定会出现一次。我在内心翻了个白眼，低头看了一眼四周，发现3名机甲的驾驶员都还活着，虽然全都身受重伤，但也没有生命危险。你们3个，念在你们不知者无罪的份上，我就放你们一条生路。要是以后再敢攻击我，我绝对会下死手。确定再无情况之后，我双臂交叉，浑身散发耀眼的光芒，渐渐虚化，解除变身，最终消失于人海之中。而直播间的观众们看到奈克瑟斯突然消失，很是不理解，不是那个银色巨人怎么消失了？他去哪了？大家都为此激烈争吵了起来。有一部分人类因为各种原因将奈克瑟斯视为正义的英雄，但另一部分人却认为我打爆3台机甲跟怪兽没什么区别。不过对于网上的这些议论，我却毫不在意。在解除变身后，我便坐着大巴车回市区去了。由于自身是个孤儿的原因，自从离开机甲训练基地后，我便一直住在了大学同学白晶晶的家里，并还让其帮我回学校完成学业。而此刻，在白晶晶家住过1晚的我，一上网就发现了关于银色巨人的事。在新闻发布会上，一些对怪兽比较有研究的专家正在讲析着自己对巨人信息的研究成果。结论一出，瞬间让银色巨人的新闻登上热搜。我看着网上那些专家们头头是道的分析，不禁点头。这些人分析的也还挺有道理，也不知道我的危险等级到底有多少。对于奈克瑟斯幼年形态的危险等级，我还真没有一个清楚的认知，我只知道很强。看了许久，我对这些毫无营养的信息全都没放在心上。不过此时却有一条弹窗消息引起了我强烈兴趣 ：SSS 级机甲炎龙战神号和 SSS 级机甲暴风赤红号将于今晚8点抵达北疆机甲基地执行守卫北疆市的任务。各位北疆市的市民请勿恐慌，2台 SSS 级机甲一定会守护北疆市的和平。如果不出意外，炎龙战神本应该是属于我的机甲，却因为高层的暗箱操作，使得我与炎龙战神失之交臂。对于这一点，我始终耿耿于怀，无法原谅。一个大胆的想法突然在我脑海中出现：炎龙战神今晚抵达北疆基地是吗？这么看来，今天晚上我应该稍微出去活动活动了。既然我不能驾驶炎龙战神，那其他人也别想成为炎龙战神的驾驶员，特别是王凯。庞若看见那个傻逼驾驶炎龙战神耀武扬威，那比吃翔还恶心。我打定主意，今天晚上一定要去拆了炎龙战神，谁拦都不好使。时间很快便到了晚上，暴风赤红、炎龙战神以及另外2台 SS 级的机甲全都被运输机运到北疆机甲基地。几名机甲驾驶员被李处长叫到办公室开会。暴风赤红的驾驶员名叫李璐，曾亲手消灭过15只怪兽，更是单枪匹马一个人干掉了一个5级的大怪兽，从此一战成名，是位明星级别的机甲驾驶员。而炎龙战神的驾驶员却是唯一一个毫无战绩新兵蛋子王凯，其他人都对这个靠后台获得 SSS 级机甲驾驶资格的官3代颇有怨言，只不过大家都敢怒不敢言，毕竟人家后台大，要是得罪了人家，只能给自己添堵。李处长站在众人面前，摆着一张脸，属于高位者的气势一下子就上来了，不怒自威。各位，想必你们都知道关于银色巨人的事情。一听到银色巨人，李璐和其他几个机甲驾驶员都很严肃，他们都知道这次到北疆市来，很有可能会直面传说中危险等级9.0以上的超级大怪兽银色巨人。面对那种级别的怪兽，哪怕是人类最强的 SSS 级机甲，估计也讨不到什么好处。多的我也不说了，如果银色巨人真的出现，破坏城市，危害人类，希望各位能拼尽全力阻挡银色巨人。闻言，李璐义正言辞地表决自己的决心，并扬言随时做好了战斗的准备。然而话音刚落，王凯却是毫不在意地瞥了众人一眼，那个银色巨人也不一定会出现吧，说不定他就只是路过了，现在可能已经到其他城市去了。在场众人，要说最不紧张的也就只有王凯，他没有真正上过战场，没有直面过怪兽的威胁，曾经无数次在模拟战斗中战胜怪兽，已经让他忘乎所以，认为那些怪兽不过如此，就算银色巨人的危险等级超过9.0也没事。可他却不知道 SSS 级机甲在真正强大的对手面前根本算不了什么。我都有 SSS 级的机甲了，难道还会打不过银色巨人？此话一出，顿时引来其他人厌恶的目光，他们本就看不上这个靠走后门的官3代，现在王凯竟然说出这么没头脑的话，让其他人更加讨厌了。见状，李处长目光肃然，如一把利剑般射向王凯，不管银色巨人会不会出现，我们都得时刻
刻保持警惕，这是战士最基本的素养。王凯，难道你连这点觉悟都没有吗？王凯被李处长的目光震慑，一下子说不出话来。李处长这2天本来心情就不好，王凯也算是撞到了他的枪口上。不过王凯好歹是王振威的孙子，李处长不敢对他太过分，警告了一下，没有多说什么，便让众人散去。与此同时，我很快便来到了北江市机甲基地外，这里占地面积很大，相当于100个足球场，而且这还只是地面，在地下还有更广阔巨大的空间。曾经无数次幻想着自己成为机甲驾驶员，为龙国效力，为北江市机甲基地效力，镇守一方，成为人们眼中的英雄。可如今却因为王凯，才让自己未来的幻想破灭。北江市机甲基地，要怪你们就怪王凯吧，都是因为那个崽种。我的目标只有炎龙战神，希望你们别自讨没趣，把自己的损失最大化。说吧，我拔出进化信赖者变身，哇！金色的光柱冲天而起，光芒将天空都给照亮。基地里许多人都看到了这道光柱，不过他们并不知道接下来这会发生什么。等到银色的幼年形态奈克瑟斯从光柱中出现，他们才知道原来是银色巨人来了。不对，乔豆麻袋，银色巨人，银色巨人出现了！机甲基地的警报声很快响起，尖锐刺耳的声音刺激着基地里的每一个人，所有人都慌了。他们猜想到银色巨人可能会再次出现，但是万万想不到竟然会直接出现在机甲基地。要是银色巨人直接出手攻击基地，那机甲基地必定死伤惨重。李处长慌得一批，连忙命令北江市机甲基地的所有驾驶员全部驾驶机甲出动。可机甲启动却需要点时间，为了争取到一点缓冲的时间，李处长又命令基地所有防御火力全部开启，只要银色巨人胆敢异动就立马开火。然而出乎意料，银色巨人出现后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就那么站在那里，像是在等待什么。李处长还是头一次遇见这样的情况，满脸疑惑，那个家伙在干嘛？难道他不是来袭击基地的？另一边，李处长的女儿李玲玲此时却是站在基地的瞭望塔上，远远地看着这个所谓的巨人怪兽，她很镇定，一点也不慌，就像笃定不会有大事发生一样。见银色巨人半天没有行动，李玲玲闭上眼睛，你好，奥特曼。她的声音陡然间在我脑海中炸响，谁在说话？突如其来的女孩子声音倒是把我吓了一跳，我实在没想到，竟然有人能用念力将声音传递到自己的脑里，更没想到对方居然知道自己是奥特曼，而不是称呼银色巨人。不用慌，我跟你一样，也是一名奥特曼，可以询问一下你的奥特曼名字吗？李玲玲的声音再次在我脑海中响起，你也是奥特曼？这个世界上原来不止我一个奥特曼，我一直以为自己是最特殊的，没想到竟然有人跟自己一样也能变成奥特曼，而且对方还是个女孩子。我的名字叫奈克瑟斯，或者说你也可以叫我诺亚。我坦诚地将名字告诉对方，就想试试看对方知不知道传说中奥特之神诺亚的威名。那我就叫你诺亚吧。我的奥特曼名字叫做格力乔。格力乔，你是格力乔？听到格力乔这个名字，我实在是有点绷不住。那可是奥特曼当中有名的奶妈，第一次登场就把3名闪红灯的奥特曼奶成了马状态，一战成名。你知道我吗？李玲玲很惊讶，听对方的语气，明显是知道格力乔，而且应该还有所了解。可她目前为止还没有大庭广众之下变身过，对方是怎么知道的？我当然知道，一个奶妈罢了，战斗力低的要命。怎么，你打算出手阻止我吗？奶妈？李玲玲很无语，很想吐槽，但她也肯定了银色巨人是真的知道格力乔，因为这形容太准确了。下一秒，容不得她多想，我很快便找到了李玲玲所在的位置，也看到了李玲玲的样貌。原来是你，我找到你了。见状，李玲玲一下子就慌了起来。你到底想干什么？你应该跟我一样也是人类吧？身为人类，难道你要做出伤害人类的事情吗？我不打算伤害人类，只是有一些事情我得稍微处理一下。如果你不想扩大灾难的规模，建议你等下别出手，否则我不介意连你一起收拾了。你就在2人说话的时候，炎龙战神、暴风赤红2台 SS 级机甲以及3台 SS 级机甲黄岩重甲、魅蓝海妖、暗夜之王全都准备完毕。机甲驾驶员驾驶着5台机甲出现在基地的空地上。此时我通过奥特之眼透视，目光死死地盯着炎龙战神。当看到炎龙战神的驾驶员竟然真的是王凯，我的怒火瞬间到达了顶点。好，很好，篡改我的成绩把我挤走，最后把炎龙战神交给这个废物是吧？今天看我不把炎龙战神拆成废铁，老子就不是奈克瑟斯。静静站在原地等了半天的我，终于忍不住开始行动，朝着炎龙战神猛冲了过去。咚咚咚，每一步踩在地上都会让地面剧烈抖动，所有人都能清晰地体会到震感。开火！随着李处长一声令下，基地的防御火力全线开启，一发发光线炮全部朝着我射过来。我见状浑身光芒大作，一瞬间奔跑速度增加几10倍，化作一道残影，躲过所有火力攻击，冲到炎龙战神的面前，直接给了炎龙战神一拳。这一招叫马赫移动，可以瞬间爆发能量，将速度提升几10倍。很多奥特曼都会这一招。虽然炎龙战神比我变身的奈克瑟斯还高点，但却是连一点抵抗之力都没有，直接就被轰飞了好几百米。一大片基地的建筑被炎龙战神压垮，比路人傻了，好快！银色巨人刚才那一瞬间的速度完全超出了我的认知，他那么大的体型速度怎么可以这么快？先别管这个了，快救炎龙战神！李处长着急地指挥道。不管是炎龙战神还是王凯，要是这2个家伙今天一起嘎在北江市机甲基地，那他这个处长的仕途估计也就走到头了。是，其他人闻言纷纷行动起来。魅蓝海妖朝着我脑门的方向射出几道水箭，这些水箭是经过高度压缩后形成的恐怖武器，一箭过去甚至连山头都能射穿。然而我对于这些水箭的恐怖早就了然于心，自然不会硬抗，一个侧身便轻松躲了过去。暗夜之王是罕见的可以隐身的机甲，它全身都被一种特殊的怪兽皮肤覆盖，只要开启隐身功能，就可以进入完全隐身的状态，于无形中给予敌人致命一击，是机甲中有名的暗杀者。随着一道风声，暗夜之王隐身后手持等离子剑，一剑刺向我的脖子，试图将我一剑毙命。不过他这种小把戏却瞒不过我。暗夜之王虽然可以完全隐身，但行动时的动静却不会跟着消失。我听到暗夜之王的声音，反手一记手刀光线打出去，手刀光线不偏不倚，正好打中暗夜之王腹部，火花
4剑，直接将其打退出了隐身状态。黄岩重甲见状着急的冲了过来，面对这个大家伙，我也懒得跟他纠缠，毕竟这玩意也是超重型的机甲，防御和力量都是顶尖的水平，不过速度很慢，而且也没有什么厉害的远程攻击手。我纵身一跃，跳到刚刚站起来的炎龙战神身后，双手凝聚能量，猛然下劈，炎龙战神的2只胳膊被我这2击手刀砍断。这种奥特手刀也算是所有奥特曼的通用技能，只不过威力如何，全看奥特曼的自身实力。我刚刚的手刀攻击已经用出了自身全部的力量，如果还砍不断炎龙战神的2条胳膊，那就真的是搞笑了。混蛋！王凯林业也是有脾气的人，虽然炎龙战神被拆了双手，失去攻击手段，可在愤怒之下，他竟然驾驶炎龙战神直接用身体撞了过来。几万吨的大家伙还是有点分量，被这么猛然撞一下，连我也吃不消，踉跄往后退了几步。尽管没有对我造成伤害，可对在场很多人而言，这一击无疑是吹响了人类反攻的号角。好机会！李路瞅准时机，朝着我便射出几道激光射线。暴风赤红作为 SSS 级机甲，最大的特点就是全身搭载的超强火力系统，其威力甚至能轻易毁灭一座城市。轰轰！2道激光射线打在我身上，灼热的痛感瞬间传遍全身。李路乘胜追击，还想继续发射激光炮攻击，我反手2道手刀光线便劈在暴风赤红身上的激光炮口上。李路无法再用激光射线攻击，立马拿起刺刀，跟着黄岩重甲一起冲了过来。我再次使用马赫移动，瞬间加速，跑到炎龙战神身后，猛力一脚飞踹，炎龙战神被踹飞，不偏不倚正好撞上黄岩重甲。炎龙战神虽然是 SSS 级装甲，但却不是重甲类型的机甲，正面碰撞，一下子就被撞得散落了许多外层零部件。而黄岩重甲被炎龙战神这么撞一下，不可避免的往后倒了下去。咻咻，魅蓝海妖射出水箭，我眼疾手快躲开的同时，顺势抓住2只，然后反手就朝炎龙战神扔过去。炎龙战神的胸口和腹部一下子就被水箭击穿，出现2个明显的贯穿伤口。暴风赤红杀到跟前，一拳打过来，我一手接住暴风赤红的拳头，脚下一扫，暴风赤红立马就控制不住身形，侧倒了下去。巨型机甲倒地的动静简直堪称山崩地裂。暗夜之王扑杀过来，虽然没了隐身功能，但暗夜之王也是近身战斗的一把好手。我反身飞踹一脚，正好踢中暗夜之王的胸口。轰！暗夜之王被踢飞上千米远，就连胸口的护甲也被踢得严重变形。1秒之后，暗夜之王落地又滑行了很远，在地上留下一道清晰可见的扎痕，大量零部件散落。这一击让暗夜之王彻底再无战斗之力。魅蓝海妖还不信邪，不停地丢水箭，这让我烦不胜烦。随即预判对方的运行轨迹，凝聚了2记手刀光线打出去，瞬间打中了魅蓝海妖的腹部，将腹部击穿，出现一个缺口。魅蓝海妖高速移动的身体失去平衡，狼狈倒地。我懒得理会，目标重新放到炎龙战神身上。我要的是将炎龙战神拆成废铁。虽然现在炎龙战神失去了2条胳膊，还被打掉了许多零件，但是这种程度的伤害，顶多修1个月就能复原，还没到达我的要求。我跑上前去，一把抓住炎龙战神的脑袋，另一只手扭住炎龙战神的脖子，然后用力一拧，炎龙战神的脑袋就这么被我给生生拧了下来。一般机甲的驾驶舱位置就在脑袋上，失去脑袋就相当于炎龙战神彻底停摆，无法再动弹。李处长都疯了，我手里现在可是捏着王凯的命，要是打爆了炎龙战神的脑袋，那王凯命就没了。各单位注意，全力开火攻击银色巨人，不能让他伤害炎龙战神的驾驶员。轰轰轰轰，一发发导弹光线炮齐出。我原本没打算杀了王凯，来这里的目的只是为了拆炎龙战神。要说杀人这种事也根本没想过，眼看基地的防护火力竟然这么猛地朝自己打，我干脆将手里的炎龙战神脑袋迎着炮火扔了出去，然后撑起能量屏障抵挡攻击。我可没杀王凯，要是王凯真的在炮火中被炸死，那只能怪他们胡乱开火轰死了王凯，跟我没关系。轰隆隆，轰隆隆，许多导弹和光线炮打中炎龙战神的脑袋炸开，可怜的机甲脑袋承受了他不该承受的攻击，爆炸的火光此起彼伏。经历过炮火洗礼的炎龙战神脑袋最终落地，砸中地面，将地面砸裂。该说不说，炎龙战神的头是真的铁，被轰了那么多发炮弹，硬是没被轰爆。不过里面的王凯却已经晕过去，被吓晕的。刚刚那一下，他差点以为自己要死了，没想到依靠炎龙战神的防御力，硬生生帮他扛了下来。一轮火力轰炸后，我快速蓄力释放十字光线风暴，击中地上躺着的炎龙战神残骸。炎龙战神残骸爆炸，彻底化为渣渣。这下是连修都没法修了，除非重新造一台 SSS 级机甲，就这么被彻底摧毁。暗中观战的李玲玲终于忍不住，她以为炎龙战神的陨落，接下来我将会对其他人动手，并一一销毁这些机甲。如果今晚这些机甲真的被拆光，那不仅北疆市基地完了，连他父亲李处长也完了。为了北疆市，为了自己的父亲，他只能拿出回旋闪光变身。唰，又一道直冲天际的光柱在基地里出现，所有人都震惊不已。刚刚的光柱才带来一个银色巨人，这次的光柱又会带来什么？当光柱消失后，一个明显有着女性特征的银色巨人出现在所有人眼前。格力乔奥特曼登场，银色巨人，又一个银色巨人，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还有银色巨人？银色巨人到底有多少？李处长差点哭了，才一个银色巨人就已经让他们束手无策，现在又来一个，真的是天亡我也亡。此时基地里人心惶惶，李玲玲变身的格力乔奥特曼出现之后，甚至有人当起了逃兵，直接弃守岗位。李路等机甲驾驶员也是完全处于懵逼状态，怎么搞的？怎么又来一个银色巨人？他们这几台机甲都已经被打得丢盔卸甲，再来一个银色巨人，他们就连继续战斗的信心都没了。然而出乎所有人的预料，格力乔奥特曼出现后，并没有对基地方面发起攻击，反而是朝着我做出了战斗的起手式。如此情形让所有人都大为震惊，怎么回事？那个女巨人好像对银色巨人摆出了战斗的姿态，难道她想阻止银色巨人
巨人。一个疯狂的想法在李处长脑袋里蹦出来。尽管他不太相信两个巨人会互相战斗，可是现在看起来，貌似就是这样。如果让他知道那个女巨人是他女儿李玲玲变，估计他能当场抽过去。我扭了扭脖子，转头看向李玲玲，你终于出现了，我还以为你会一直当个看戏的观众。怎么？你觉得你一个奶妈能阻止我吗？我不知道能不能阻止你，但是我想试试。我不能看着你在这里胡作非为。李玲玲倔强的声音，只有我们两个人能听见，其他人都听不见。在别人的耳朵里，却只能听见两个奥特曼的战吼。李璐傻眼了，他们是在交谈吗？难道那个女巨人是来帮我们的？尽管他觉得自己的想法很荒唐，却就是有这样的感觉。我抬起手冲李玲玲轻轻勾了勾手指，挑衅着说道：“那就拿出你的本事让我看看。”李玲玲没有再说话，大喊着为自己加油，朝我冲了过来，粉嫩的胶拳打向我的胸口。我随意一接，轻轻松松将李玲玲的拳头握在手中。你的力量太弱了，即便同样是奥特曼，也有强弱之分，而我就是最强的奥特曼。说完，我一脚踹出去，完全没有因为李玲玲是女孩子而留情。咚！李玲玲被一脚踹翻，剧烈的痛苦令她蜷缩着捂住肚子。我弯腰抓起李玲玲的肩膀，将对方提起来，连这点痛苦都承受不住，你也配成为奥特曼吗？随后用力一抛，李玲玲被扔飞100多米，落地压垮了2栋建筑。我迈着沉重的步伐，一步一步朝着李玲玲走去。李玲玲痛得瑟瑟发抖，但仍倔强地从地上爬了起来。我知道我可能不是你的对手，但是为了我所热爱的东西，我必须挺身而出。我走到李玲玲面前，掐住李玲玲的脖子。如果真的想守护自己所热爱的东西，那就努力变强，变得比任何人都更强。弱者不可能守护得了任何东西，知道吗？我原本不知道，谢谢你，让我现在明白了这个道理。话音落下的同时，李玲玲一个膝盖顶击试图偷袭，我怎么可能被这种程度的招数偷袭成功？随意挡下，然后又把李玲玲给扔了出去。咚！李玲玲再次压垮了几栋建筑。不知道为什么，李处长看着女巨人挨打，心里一阵揪心的痛。为什么我心里会这么难受？难道我是在可怜那个女巨人吗？他们两个巨人互相战斗，不管谁赢，对我好像都没有影响。不是这样，银色巨人很凶残，而女巨人似乎要温柔善良一些。如果女巨人取得胜利，也许会放过我们。对，就是这样。李处长终于找到了说服自己帮助女巨人的理由，当即下令各单位注意，听我命令，全部攻击银色巨人，掩护女巨人。重复一次，掩护女巨人，攻击银色巨人。接到李处长的命令，所有人都并不意外。现在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相信女巨人，靠着女巨人的力量打败银色巨人，或许还有一线生机。轰轰轰轰！剩余的炮台发射出一颗颗能量弹向我攻击了过来。我随手撑开能量屏障挡下所有攻击，接着反手就是几发手刀光线，将基地剩余的所有炮台全都打爆。一连串的爆炸让整个基地都燃起了熊熊大火。我站在基地中，犹如为世间带来毁灭的魔神。其实我也很无语，我本来只是想拆个炎龙战神就算了，你们为什么非得跟我拼命呢？现在倒好，整个北疆基地都快被我毁了，这下你们高兴了吗？一个月拿多少工资啊？这么玩命，真是的，整得我好像大反派一样。要是让李处长知道我来这儿的初心，那估计不得哭死。顷刻后，暴风赤红跟其他2台的还能行动的机甲重新站了起来，3台机甲组成防线，挡在李玲玲的身前。他们用行动告诉了李玲玲，从现在开始，他们是李玲玲的队友，不是她一个人在战斗。我见状，心里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不对，10分有12分不对劲。这个场景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他们接下来是不是就该说什么羁绊、友情啊、守护啊之类的？在正常的特摄剧里面，如果真出现现在这种场景，那岂不就意味着接下来主角快要爆种？我慌的一批，自己该不会被当成反派干掉吧？为了打消心里的疑虑，我当即主动出击，黄炎重甲挡在最前方，并用自己厚实的身体作为盾牌。机甲的钢铁之拳和晴雨的奥特之拳碰撞，奥特之拳无疑更胜一筹。黄炎重甲的一条胳膊被我硬生生给轰废，极度扭曲变形，散落了大量的零件。紧接着我手掌凝聚能量，化作手刀瞄准黄炎重甲脖子的位置，随着一道光幕，黄炎重甲的脖子被我一掌砍断，大脑袋飞了出去，变成无头尸体。见状，魅蓝海妖和暴风赤红连忙同时出手攻击。我顺手举起黄炎重甲的身体当做盾牌，替自己挡下所有攻击后，又把黄炎重甲的身体当做板砖，猛地朝暴风赤红砸了过去。砰！暴风赤红来不及躲开，与黄炎重甲的身体猛烈对撞。这一撞竟然把暴风赤红撞得七零八落。不过黄炎重甲也没好到哪里去，身体部分基本报废，这2台机甲都彻底丧失了修复的可能性。魅蓝海妖扑了上来，试图锁住我的喉咙，奈何与我的力量差距太悬殊，我稍一用力就挣脱了魅蓝海妖的束缚不说，还扯断了魅蓝海妖的2条胳膊。随后我一把抓住他的脑袋一拧，失去脑袋的魅蓝海妖完全停摆，没有驾驶员控制的身体很自然的垂落倒在地上。随即我看了一眼手里的魅蓝海妖脑袋，缓缓举起，将魅蓝海妖的眼睛部分与自己的眼睛对视。驾驶舱内的驾驶员见自己与银色巨人距离如此近，吓得惊声尖叫，那声音恐怕就算是全世界最高的高音演唱者都飙不上去。不过我倒也没有为难对方的意思，看了一眼吓对方后，就将魅蓝海妖的脑袋扔到了一边。此刻我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眼前这个变身成格力乔奥特曼的李玲玲。李玲玲强撑着身体，勉强的摆起作战姿态，颤巍巍的站立。各位，对不起，是我太无能了，我保护不了你们。如果我能更强一点，也许事情就不会这样。下一秒，胸前的能量指示灯开始闪烁，这代表他剩余的变身时间已经不多了。那是什么意思？女巨人胸口的灯为什么会一闪一闪呢？李处长已经近乎于崩溃绝望的边缘，但他仍然注意到了李玲玲胸口的能量指示灯。我走到李玲玲面前，李玲玲愤然出拳，我轻飘飘的接住拳头。李玲玲想将自己的拳头从我手中抽出来，只可惜我的力量太强，即便她使出浑身解数也没有办法。违心这种事也就只存在于电视里，现实里是不可能因为所谓的违心就让一个人的战斗力猛然增加好几倍。我看着不断挣扎倔强
不甘的李玲玲沉声道：“格力乔，如果你愿意将自身的一半能量交给我，我可以离开这里。”什么？把我一半的能量交给你？听到我的话，李玲玲大惊失色，交出自身能量的一半，这种要求可谓是相当过分。她一个奶妈本来就不怎么强，要是再失去一半的能量，那岂不是更弱了？你可以选择拒绝，那是你的权利。不过我提醒你一下，就算你拒绝，我也会强行吸收你的能量，只不过稍微麻烦一点而已。现在的我所需要的能量还远远不够，至少也得把红色青年形态尽快开发出来才行。只有先升级到红色青年形态，才算是勉强有了自保的资本。况且这次格力乔奥特曼的出现，让我产生一种紧迫感。既然这个世界能出现奈克瑟斯与吉格力乔，那就能出现更多奥特曼。我也不能确定其他奥特曼的力量都在什么样的人手，唯有尽可能提升自己的实力，让自己处于不败之地才是最安全的。李玲玲感到非常屈辱，可是为了北疆基地，为了保护基地里的人们，她没有办法，只能向我妥协。可以，我愿意将一半的能量交给你，只要你答应得到我的一半能量之后立马离开基地。成交。说罢，我放开李玲玲的手，李玲玲流下泪水，揉了揉被我捏痛的手腕。女巨人在哭，那个女巨人竟然会哭，怎么搞的？我是不是见鬼了？我感觉女巨人好可怜。此时许多人都为女巨人流泪的场景震惊，更多人好奇女巨人流泪的原因是什么？难道就因为打不过银色巨人吗？好了，别委屈了，快把你的能量交出来吧。李玲玲平复好心情，双手举起平放于胸前，一道纯粹的金色光芒从胸口的能量指示灯射出。我能感觉到这股金色能量非常平和，没有半点攻击力，是纯粹的光明能量。随着金色能量从我胸口的能量核心进入身体中，我的身体也亮起了淡淡的荧光。整个过程不长，就2秒半的时间，我很快就将李玲玲传送过来的能量全部吸收。恭喜宿主，红色青年形态解锁进度40%。格力乔的能量比我想象中厉害多了，只一半就能让红色青年形态的解锁进度提升30%，这可是6.0级大怪兽的3倍。叮咚叮咚叮咚，李玲玲胸口的能量指示灯闪烁的越来越急促，她本就受了重伤，现在再舍掉自己一半的能量，身体已然支撑不住。下一秒，李玲玲胸口的能量指示灯就停止了闪烁，完全熄灭。格力乔奥特曼的身体快速虚化消失，就像是从来没出现过一样。而在格力乔奥特曼原本站立的地方，已经变回人类的李玲玲瘫软无力的倒了下去，陷入昏迷。李处长在办公室里亲眼目睹了这一切。当看到女巨人虚化消失后变成自己的女儿李玲玲，李处长瞬间心如刀割。玲玲，他就算把脑袋抠破，都不可能想到那个站出来跟银色巨人战斗的女巨人，居然是自己的女儿。刚刚一切怪异的行动，在这一刻都有了解释。李玲玲看不下去银色巨人的所作所为，所以悍然出手跟银色巨人战斗，牺牲了自己的力量与银色巨人达成交易。一想到自己女儿为了保护基地里的人付出了这么多，李处长这个当父亲的老泪纵横。基地里有不少人都认识李玲玲，当看到那个如花一般的少女躺在废墟中满脸的血迹，所有人都很心疼。我遵守跟李玲玲的约定，没有再动手。今天我只拿走你一半的力量，希望你好好努力把失去的弥补回来。等下次我好再抽你一半的力量。话音未落，此时在一处阴暗的角落却传来一阵阴森的气息，一双罪恶的眼睛正死死盯着基地的方向。真有意思，没想到奥特曼之间的战斗竟然可以这么精彩。既然机甲奥特曼都已经出现过，那怎么着也该有一头怪兽出来助兴，让场面变得更加热闹吧。看着基地里的机甲还有防御火力，也全都已经被巨人毁灭，他打算自己上场来为众人倡议出席。只见神秘人双手举天，释放出一道幽暗能量，下一秒大地开始剧烈颤抖，一头凶恶的怪兽从地底下钻出。我本来已经打算离开北疆基地，怪兽的突然出现吸引了我的注意，转头看去，只见像跟玉米棒子一样的超大怪兽出现在了不远的山岭之间。我一眼就认出这个怪兽，瓦特法雷德王，骷髅怪兽雷德王是8级的超级大怪兽，不止。目前怪兽的危险等级还在缓慢提升中，技术人员的声音都开始发颤，悬着的心终于死了。这一刻，李处长全身的力气都被抽干，整个人瘫软无力的倒下。完了完了，一切都完了，北疆市完了，全都完了，你们都走吧，快逃命去吧！基地的防御系统全面崩溃，所有机甲也全都被打成废铁，就连身为女巨人的女儿也昏迷不醒。此时此刻，李处长想不出还能拿什么去阻挡玉米棒，除了等死，他们什么都做不了。难道指望那个一手毁了北疆基地的银色巨人吗？保命最重要，别的都是虚的。众人人心惶惶，所有人员都选择直接放弃岗位逃离基地。然而下一秒，在许多人出乎意料的目光中，我却对着玉米棒子摆出了战斗的起手式。什么？银色巨人是打算跟怪兽战斗吗？李处长的眼中重新燃起了一缕光。这一刻，银色巨人的身姿在他心里无限拔高，他忘记了跟银色巨人的仇恨，也忘记了基地是银色巨人毁灭，他只希望银色巨人能战胜玉米棒子怪兽，保住基地的根基，保住北疆市。我的动作被玉米棒子怪兽视作挑衅，双手重重地捶了2下胸口，紧接着直接朝我冲了过来。庞大的体型每动一步都是山崩地裂，我双手凝聚能量，对着怪兽释放2道手刀光线。手刀光线分别击中玉米棒子怪兽的腹部和胸口，可对皮糙肉厚的玉米棒子怪兽来说，这样的攻击只是不痛不痒罢了，根本造成不了伤害，反而让它变得更加狂暴。既然这样的攻击造成不了效果，那就只能真刀真枪的干。我迎面杀向玉米棒子怪兽，就在双方即将靠近时，我突然使用马赫移动，只一闪就转移到玉米棒子怪兽的身后。怪兽卯足了全力想要把我撞倒，目标再次突然消失，把他整得一愣一愣的，脚下急刹差点没站稳摔了下去。随即眼睛左看右看上看下看，怎么都看不到目标在哪里。而在他身后的我捏紧了拳，一拳朝着玉米棒子怪兽的脑袋打了过去。咚！玉米棒子怪兽捂着脑袋痛得上蹿下跳。直播间的观众们看见这一幕乐疯了，哈哈，好蠢！那个玉米棒子怪兽好蠢啊！银色巨人加油，干死那个玉米棒子怪兽！银色巨人，我对你黑转粉了！此时李处长在看见巨人真的对玉米棒子怪兽出手，也算是终于松了口气，北疆市得救了！快！
快去救伤员，特别是我女儿，千万不能让我女儿有事。与此同时，龙国京城机甲基地内最高指挥官叶云龙正与基地里其他人一起观看这场战斗。银色巨人和玉米棒子怪兽爆发战斗，这一情况远远超出了他们预料。叶云龙一开始都已经准备好让城市机甲基地支援北疆市，没想到银色巨人居然挺身而出。此时他的脑袋里突然蹦出了一个奇怪的想法：既然银色巨人有智慧，你们说我们有没有可能让银色巨人成为被我们机甲部门控制的战斗武器？此话一出，让身边的其他人都感到震撼。理论上可行，但实际上我们并不知道银色巨人是否能和我们人类沟通。如果无法沟通，恐怕难以实现。叶云龙目光深邃，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另一边，鹰将国黑宫，这里是鹰将国画事人办公和居住的地方。此时此刻，鹰将国的画事人和他的几名手下也都为眼前银色巨人的行为迷惑不已。龙国该不会跟我们一样，已经将奥特曼当成战斗武器投入到战斗中了吧？一名手下回道：大人估计很有可能。看直播中的情形，那个奥特曼分明就是为了拯救北疆基地才会与玉米棒子怪兽战斗，只是不知道龙国现在掌握了多少奥特曼，实力又如何？鹰将国画事人嘴角勾勒出一抹不屑的笑容。不管怎么样，我们鹰将国肯定是最强的，我们有5名奥特曼，龙国拿什么跟我们比？手下们纷纷附和：那是当然，我们鹰将国是蓝星最强的国家，龙国给我们提鞋都不配，我们只是不愿意把自己的实力展现出来。这时一直没有说话的一名中年人说道：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可以将龙国的奥特曼也给收编过来，变成我们的人。说话的这名中年人名叫马克。刚刚鹰将国画事人说的5名奥特曼，就是在他手下听从他的命令行事。鹰将国画事人闻言眼前一亮，对马克比出大拇指：马克，你这个主意不错，我很喜欢，希望你不只是说说而已。然而此时我还不知道，自己这次跟玉米棒子的战斗竟引起了多少人的注意，已经有无数的鸣枪暗箭正准备向这边袭来。玉米棒子怪兽抱着脑袋跳了几下，脑袋的疼痛激发出他的凶性，他张牙舞爪的向我发起攻击。不过以他那笨重的身体，根本就碰不到我一根毫毛，很快就被我打得晕头转向。也就是他皮厚才能承受住我这么多下攻击，但凡换了其他的怪兽，估计早就被我用拳头生生打死了。打了半天，眼看玉米棒子怪兽差不多残血，我随即一发十字光线风暴打出去，轰隆隆隆，玉米棒子怪兽被光线打爆，身体化作尘埃，没有留下任何痕迹，而他的能量也全部为我贡献了解锁进度，吸收怪兽能量。恭喜宿主红色青年形态进度解锁75%。玉米棒子怪兽提供的解锁进度比我想象中还多，没想到竟然比格力乔一半能量还要高出5%，这算是意外收获。而在远处暗中观察的神秘人见到我打败玉米棒子怪兽，似乎不太惊讶，能轻易打败玉米棒子怪兽，看来你的实力不错，接下来我们可以好好玩玩了。在一阵古怪幽暗的笑声中，神秘人离开了这里，看那样子应该是暂时满足了。随着玉米棒子怪兽被消灭，这场由我引起的危机算是彻底解除。北疆基地一片狼藉，工作人员们拼尽全力在废墟中寻找幸存者。与北疆基地的惨烈气氛不同，直播间可是乐开了花，众人纷纷都似乎开始崇拜起眼前这位银色巨人。明明我也没做什么特别的，甚至这2天拆了不少机甲，刚刚还近乎毁灭了北疆基地，可那些普通人对我的印象却自动开始转变。只能说有实力真的可以为所欲为。一切尘埃落定，只不过这次我没有像人们猜测的那样身体发光虚化消失，而是直接双臂张开飞向了天际，消失在茫茫夜空中，飞走了。看他这样子是飞去宇宙了吗？李处长心里暗暗猜测。很快龙国基地总部用上了可以使用的全部技术追踪银色巨人，可得到的结果却不那么如人意。对不起，长官，我们无法追踪到银色巨人的位置，他在大气层内突然就消失了。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他应该还在蓝星内，没有离开蓝星。叶云龙闻言无奈的摇了摇头，银色巨人的手段实在是太厉害，这件事只能暂时不了了之。深夜搞完事情的我躺在白晶晶家里的沙发上刷着手机，看着网上对于今晚事件的评价，却出乎我的意料。我本来以为自己会被黑得体无完肤，没想到许多人竟然都纷纷叫嚷着想成为我的粉丝，这让我自己都很无语。我也没做什么好事，你们这么喜欢我干什么？刷着刷着，在某些帖子中，我开始看到奥特曼的字样出现，看来自己的出现已经引起了其他一些奥特曼的注意。那些家伙不甘寂寞，竟想让全世界都知道奥特曼到底是怎样的存在。有趣，真是有趣啊！这个世界比我想象中精彩，看来以后的日子不会无聊了。另一边，随着李玲玲就是格力乔奥特曼的事迹传开，不少龙国高层也都知道了奥特曼就是人类所变的事实。虽然格力乔是拉胯了，但诺亚的力量却令叶云龙痴迷。如果龙国能再多几个诺亚这样的奥特曼，那些怪兽算个毛，分分钟全部镇压。其他国家要是有谁敢不服龙国，也通通镇压。蓝星自此将进入龙国时代，当然前提是真能找到那么多奥特曼，并且那些奥特曼还都愿意为龙国效力，否则一切都是空谈。等这一天起，龙国官方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寻找关于奥特曼变身者的线索。很快时间过去了2个半月，一切似乎都已经重回正轨。关于银色巨人，官方已经给出了命名诺亚奥特曼，而李玲玲变身的格力乔奥特曼，由于当天并未出现在直播中，龙国官方决定暂不公开，并让他成为龙国的秘密武器。而身为诺亚奥特曼变身者的我，这段时间却过得异常轻松，什么事都没有干，安安心心在学校里上课。我端着一杯奶茶在路边悠哉悠哉的喝着，望着过往的行人，我不禁感慨，这样的生活真是美好。要是自己能再有点小钱那就更好了。正当我搭讪街上的女同学的时候，一个奇奇怪怪的外国女人拿着像龙珠雷达一样的装置走到了我身边，滴滴滴声音越靠越近。我转头看去，那个外国女人见我注意到自己，不慌不忙的把装置收了起来。哈喽，帅哥，你好啊。虽然有点口音，不过他说的话我倒是能听懂。你好，有事？我警惕的看着对方，直觉告诉我这个女人不简单，和当初第一次见到李玲玲时一样，心里会莫名产生一种躁动的情绪，这让我怀疑对方很有可能就是一个奥特曼。帅哥，我看你一个人在这里挺孤单的，恰巧我也是一个人游玩，要不然你带我到处逛一逛呗。外国女人说道。这个外国女人五官长得很不错，也很年轻，单凭她那宽广的胸怀，就已是一个性感火辣的顶级美女。但对我而言，这个女人有问题，找我跟你一起逛一逛，可以给我一个答应你的理由吗？外国女人本以为我会爽快答应自己的请求，可没想到我竟然会对她抛出问题，这让她一下子愣住，脑袋里措辞半天才憋出一句：因为你长得帅，这个理由可以吗？面对外国女
女人给出的理由，我满意的点了点头，这个理由倒是挺不错的。行，二人结伴而行。经过交谈，我也知道了外国女人的名字贝斯。吃过晚饭后，也不知道贝斯在卖什么关子，却突然邀请我一起去山顶欣赏整个北疆市最美的夜景。不过既然对方都这么说了，肯定是有所准备。为了不让对方的准备落空，我便爽快地答应了贝斯的请求。俯瞰北疆市，整个北疆市的绝美夜景在两人眼中一览无遗。而正当我俩欣赏着绝美夜景之时，北疆机甲基地这边却忙得不得了。处长，检测到6.5级怪兽反应，目标正在地底下高速移动，目的地不明。听到手下人的报告，李处长头都大了，这特喵才刚消停几天啊，怎么又有怪兽出现？而且还是6.5级的大怪兽，还要人活吗？命令下去，2台 S 级机甲还有2台 SS 级机甲待命，一旦怪兽冒头机甲立刻出击。上次我将北疆机甲基地的机甲全部摧毁后，京城总部那边紧急又给调了几台高级机甲过来，这几台机甲都是最新制造，还没有驾驶员。恰巧李璐、王凯等人的机甲在上次战斗中都被摧毁，这次刚好就能直接接手了新的机甲。王凯有了上次的经历后，彻底心态炸裂，本来都打算放弃当机甲驾驶员了，之后得知北疆机甲基地有一个奥特曼存在，他才觉得自己又醒了。更重要的是，他通过自己爷爷王振威那边的关系，得知诺亚奥特曼不会再攻击北疆机甲基地后，他觉得自己更醒了。不过这次送来的2台 SS 级机甲他却没份，2台机甲分别被李处长分配给了李璐和原本魅蓝海妖的驾驶员。由于上次驾驶炎龙战神的表现太拉垮，实在是让李处长不太满意，他不敢再把厉害的机甲交给王凯，但看在林振威的面子上，这才把 S 级机甲暗夜魅影交给了王凯。几台机甲很快就准备就绪，李玲玲也被叫到了李处长的办公室里，随时准备变身。这段时间，为了弥补李玲玲自身战斗能力较弱这一点，李处长专门让人给李玲玲安排了一系列的体能训练。如今的李玲玲几乎可以说是脱胎换骨，比以前强了不是一星半点。咚咚咚，正在山上欣赏夜景的我和贝斯二人，此时突然感受到一阵微弱的抖动。听到这个声音，我立即起身，好像是有怪兽要来了。什么？怪兽要来了？不会吧？那我们现在在山上岂不是很危险？贝斯表情有些慌乱，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片刻后，一只巨大的怪兽破土而出，出现在半山腰上。怪兽吼叫的声音传遍四方，吓得许多人惊慌失措。这次出现的怪兽造型有点像暴龙，只不过比起暴龙双臂粗壮许多，头上还长了根独角，身高大概50米，属于大型怪兽。此时暴龙怪兽不知道受了什么刺激，双眼猩红，十分暴躁，张开血盆大口，对着地面的山体喷出一口龙之火焰。轰！山林燃起熊熊大火，火势蔓延非常迅速，滚滚浓烟升上夜空。眼见如此情况，李处长坐不住，如果真让火势蔓延下去，不仅会对北疆市产生极大影响，甚至许多人都有可能丧命。为了阻止火势蔓延，李处长只能让李玲玲先行变身格力乔奥特曼扑灭大火，拖住暴龙怪兽。李玲玲也不含糊，立马拿出回旋闪光变身格力乔奥特曼，一道金色光芒离开北疆机甲基地，短短2秒半就跨越百里，出现在暴龙怪兽上方。格力乔奥特曼的身影被光芒包裹在中间，直到光芒全部都被吸收到体内，他才在世人面前展现出自己最原本的姿态。为了避免让其他国家知道龙国已经掌握了奥特曼这一生物兵器，龙国高层一致决定关闭卫星直播。李玲玲现身后，随即就对天空释放一道光线，光线在半空中炸开，下一秒，哗啦啦，倾盆大雨落下，快速将暴龙怪兽引起的山火熄灭。后见到自己点燃的火竟然被灭了，这让暴龙怪兽非常气愤，对着眼前的李玲玲就是一道火柱攻击。格力乔屏障，李玲玲双臂张开释放能量，在面前撑开一面金色屏障，轻松挡下暴龙怪兽的火焰攻击。格力乔奥特曼作为一名奶妈，最擅长的就是防御和治疗，在设定中，格力乔的屏障防御力可比他那2个哥哥罗索和布鲁还强5倍，就连 TV 大 boss 鲁格赛特的必杀创世安魂曲都能轻易挡住。对付区区一个暴龙怪兽喷出的火焰，简直是轻而易举。贝斯见状脱口而出：“那个女奥特曼好厉害！”还没等他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我悍然出手一脚把他踹开，顿时整个缆车都因这一脚有些摇晃。贝斯捂着肚子，激烈的痛感让他那精致漂亮的五官都轻微扭曲。你干什么？秦宇，你知道奥特曼？你是什么人？该死！意识到自己暴露了身份，贝斯也不装了，缓缓起身。秦宇，我跟你一样也是奥特曼，你是什么奥特曼？贝斯，什么？我刚刚没反应过来。贝斯强调了一声才想起来，还真有这么一个叫贝斯的奥特曼，只不过这个奥特曼是 USA 3奥里的女奥特曼，很冷门。如果不刻意去想的话，根本想不起来有这么一个奥特曼的存在。你故意接近我想干什么？秦宇，我没有恶意，我只是想代表鹰将国邀请你加入我们，邀请我加入你们。你们鹰将国有很多奥特曼吗？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拥有超过5名奥特曼，不知道其他国家到底有多少，但我相信我们国家拥有的数量肯定是最多最强的，超过5个奥特曼。你们居然有这么多，真的假的？饶是我在得知鹰将国拥有的奥特曼数量后也被震惊了，整整5个奥特曼。就算我拥有奈克瑟斯的力量，但现在的自己也只能变身幼年形态，对付起来也并不容易。贝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而是开启了条件。秦宇，只要你能加入我们，我们可以给予你想要的一切，美女、金钱、地位，通通都可以给你。我们很有诚意，你能考虑下吗？呵，你开出的条件还真不错，都是我现在最缺的。听到我这么说，贝斯脸上一喜。秦宇，那就加入我们吧，我相信我们给予你的待遇肯定要比龙国好得多。既然这样，如果我想要你也可以吗？贝斯愣了一下，随即低头看了一眼自己傲然的身材，像是明白什么。如果你想要，我们可以给你很多美女，但是我不行，我只会跟喜欢的人在一起。当然，如果你能追到我，那也可以。我闻言古怪的笑了一下，你是不是误会了？误会了？什么？我说要你是要你身上的力量，而不是你这个人。把贝斯奥特曼的力量交给我，我可以考虑要不要加入你们鹰将国。贝斯奥特曼作为 USA 3奥之一，实力不容小觑，设定上更是3奥里的精英战士，每一个的战斗力都很强，能媲美奥特兄弟。如果能把贝斯奥
特曼的力量完全吸收，开启红色青年形态就稳了。贝斯一惊，把贝斯奥特曼的力量交给你？这不可能，我怎么可能把奥特曼的力量交给你？秦宇，你是在耍我？说着说着，贝斯反应过来，我说这话是根本没打算答应的。不好意思，我不仅耍你，还打算现在就抢走你的力量。话音未落，我瞬间出手，贝斯也不甘示弱，两人就在这狭小的缆车里打了起来。贝斯虽然看似柔弱，可实际上他的体术很强，只是对了几招，我的攻击全都被贝斯灵活的躲了过去。不过男女之间的力量毕竟有些差距，贝斯的攻击对我而言稍微弱了点，随随便便就能挡下。两人纠缠10多招难分胜负，缆车因撑不住两人的打斗，一直在剧烈的摇晃。与此同时，李玲玲变身的格力乔奥特曼和暴龙怪兽也打了起来。接受过训练之后的李玲玲比之前厉害了太多，打得暴龙怪兽只能无能狂怒，却无法做出任何有效的反击。之前被我虐得体无完肤，差点怀疑人生，现在终于在暴龙怪兽身上找回点自信。我这边和贝斯的战斗终于到达了缆车所能承受的极限，看，缆车承受不住巨大压力，瞬间下落。光，生死攸关的时刻，贝斯使用念力变身，而我则拔出了净化信赖者。七彩光芒和金色光芒在山间凝聚，同时变成两个对立而战的巨人。奈克瑟斯奥特曼幼年形态以及贝斯奥特曼正在跟暴龙怪兽战斗的李玲玲看到这一幕傻眼了。什么？怎么又有个没有见过的新奥特曼？他们想干嘛？对于奈克瑟斯的出现，李玲玲倒不是很意外，但贝斯奥特曼的出现就完全超出了他的预料。像格力乔和奈克瑟斯的幼年形态身体颜色都是以银色为主，而贝斯奥特曼的身体却大部分都是黄色，银色花纹部分很少，画风完全不同。这种不同的颜色很容易让人怀疑是不是一个种子。趁着李玲玲失神这一会儿，暴龙怪兽趁机挥动尾巴一下子就抽了过去。李玲玲被这一击强大的力量抽翻倒在地上后，暴龙怪兽狂暴怒吼，使出战争剑塔，两双大脚丫子在李玲玲身上疯狂踩踏。李玲玲双臂抱住自己挡在前面，一时间被打得有点慌乱无措。而我和贝斯两人谁都没有去管落入下风的李玲玲，两人互相对视一眼后，毫不留情地朝对方出手打了起来。我仍然是习惯性的手刀光线起手，对贝斯打出2道小型金色光线，贝斯同样是随手打出2道蓝色的小型光线，将我打出的光线拦截下来。随后右手凝聚高密度能量，在手心形成一个高速旋转的蓝色光轮。这一招是所有奥特曼基本都会的标配技能之一，奥特切割。贝斯很显然已经掌握了奥特切割的精髓，没有将光轮扔出来，反而将光轮维持在手心中，当做近战武器，冲向我的同时以光轮攻击。切割技能专门破甲，就算我也不敢硬抗对方的切割技能闪身躲，再一脚踢向对方的腹部中，贝斯腹部被踢后退2步，站稳后继续攻击。我再次躲过对方的攻击，这次一拳轰在对方的胸口，刚猛的全力打得贝斯痛苦不已，发出惨叫声。我乘胜追击，接着施展一连串凶猛的拳击，不停击打贝斯，打得贝斯无法维持手上的蓝色光轮，光轮消失。这一下我更没有顾忌，上前就将贝斯摁在地上，使贝斯无法反抗，随后不停对脸攻击贝斯的脑袋。北疆机甲基地看着左右2块屏幕不同的战斗情形，李处长差点想哭，怎么回事啊？为什么诺亚奥特曼和那个黄色奥特曼这个时候冒出来搞事情？他们到底要干嘛呀？本来只是普通的怪兽事件，靠着李玲玲的力量和几台机甲可以轻松搞定，可是现在有了我和贝斯的加入，现场情况变得复杂了不少。李处长不由得庆幸，还好之前阻止了全球直播，要不然让全球观众看到这样的场景，还不知道会怎么想。不过看到女儿被暴龙怪兽欺负，李处长还是非常心疼。李路他们呢？还有多久到达战场？让运输机快一点。手下的人回道：处长已经到了，正打算投放机甲。战场上方4台机甲被运输机的钢绳拖至半空之中，只要钢绳一放，立马就能进入战场战斗。赶紧投放机甲，帮助玲玲。是。随着李处长下令，拖着4台机甲的钢绳被松开，轰！4台机甲从天而降，机甲落地的动静太大，扬起大量尘土。处长，接下来该怎么办？李路问道。先全力帮助格力乔奥特曼打败暴龙怪兽，诺亚奥特曼和那个黄色女奥特曼的战斗暂时不用理会。他这话一出，李路等几名机甲驾驶员也松了口气，他们比李处长更害怕诺亚奥特曼。上次的战斗已经给他们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心理创伤。4台机甲准备就位，对暴龙怪兽发起攻击，连番炮火攻击暴龙怪兽的脑袋。暴龙怪兽被打得嗷呜乱叫，节节后退，一不小心把自己绊倒摔在地上。李玲玲终于有了喘息的机会，她想起刚刚贝斯使用的奥特切割，然后有样学样，在掌心凝聚了一个金色的旋转光轮，对着暴龙怪兽的尾巴劈了下去。同时大量鲜红的血液飞溅，暴龙怪兽的尾巴被李玲玲的奥特切割瞬间斩断，简直跟劈开一张纸一样轻松。后暴龙怪兽惨叫，凄厉的叫声无比愤怒，连李玲玲自己都被这一招的威力吓到。好厉害的招数，这玩意他们怎么研究的？愤怒至极的暴龙怪兽喷出火焰攻击李玲玲，李玲玲立马集中注意力撑开格力桥屏障，挡下暴龙怪兽的攻击。趁着这个机会，李路当机立断，驾驶机甲冲上前绕到暴龙怪兽的身后，举起武器一剑朝暴龙怪兽劈了下去。砰！火花四溅，暴龙怪兽坚硬的皮肤竟然挡下了李路这一剑。不过暴龙怪兽也不好受，这一剑砍在他身上直疼的口中火焰停止，反手一个大逼都朝李路的机甲拍过去。李路的机甲承受不住暴龙怪兽这一爪子的威力，被一下子拍翻。暴龙怪兽的力量强横，只一招就对 SS 级机甲造成重创。去死吧，怪兽！李玲玲见暴龙怪兽的注意力全都被李路的机甲吸引，当即蓄力释放必杀光线、格力桥光线，金色的量子流光线射向暴龙怪兽，驱散了周围的黑暗。人们眼中只有那一抹璀璨到了极致的金色光束。轰隆隆隆，来了李玲玲一发必杀光线的暴龙怪兽当场爆炸，大部分躯体都被光线摧毁，但还是有些小碎块散落一地。比起我的光线威力，格力桥的光线威力还是太弱了，无法从量子层面湮灭敌人。叮咚叮咚叮咚，释放完光线的李玲玲身体感到虚弱无力，腿一软跪了下去。如果正常情况，她现在应该离开，但眼下我和贝斯正在战斗，她不知道到底什么情况，不敢贸然离开，生怕2个奥特曼的大战会对北疆市造成巨大破坏。4台机甲站在一边，没有任何要插手的意思。神仙打架，凡人遭殃，惹不起惹不起。你们2个人在干什么？为什么要战斗？李玲玲问道。贝斯抢先回道：姐妹快帮我，这个人是魔鬼，他要吸收我的
能量，成为最强的奥特曼后毁灭这个世界，不能让他的阴谋得逞。他还不知道我变身的奈克瑟斯和李玲玲变身的格力乔已经见过面，以为我两枚交际想忽悠李玲玲帮自己对付。李玲玲一听贝斯的话惊呆了，什么？诺亚要毁灭这个世界？怎么可能？我一边暴揍贝斯一边说道，毁灭个屁！我只是想要他的能量。他是鹰将国的奥特曼，吸收了他的能量就相当于削弱鹰将国的实力。他是鹰将国的奥特曼，果然鹰将国也掌握了奥特曼这种生物兵器。李玲玲之前就听李处长说过，奥特曼的数量可能不止1、2个，他们龙国能掌握奥特曼作为生物兵器，其他国家也有可能，特别是鹰将作为蓝星最强大的国家，说不定已经拥有不止一个奥特曼，这算是一语成谶了。贝斯还试图挣扎，姐妹别听他胡说，快救我，不然等他吸收我的能量变得更强大，就没有人能对付他了。话刚说完，我一拳对下来，叮咚叮咚叮咚，终于贝斯也扛不住了，胸口的能量指示器开始闪灯。相比于贝斯，李玲玲肯定还是更愿意相信我，毕竟我上次真放过了他和北疆机甲基地。诺亚，需要我帮忙吗？如果不需要我帮忙，那我就先走了。我的能量撑不住了，被我抢走一半的能量后，现在李玲玲的待机续航时间也降低了不少，才变身不到2分半就已经明显感到能量即将耗尽。你看我现实需要帮忙的样子吗？李玲玲一看贝斯被我摁在身下暴揍的样子，感觉自己的话好像有点多余。再见。说完，李玲玲飞向天空离开了战场。看着李玲玲居然毫无征兆的离开，李处长懵了，搞什么飞机？玲玲怎么突然跑了？她干啥？还好李玲玲没多久就打来了电话，爸，不用管诺亚和那个女奥特曼的事，那个女奥特曼是鹰将国的人，她的死活跟我们没有关系。虽然名义上世界各国联合起来对抗怪兽，大家都是盟友，可实际上这么多年鹰将国仗着自己实力最强，在蓝星耀武扬威，欺压其他国家，大家早就不爽了。李玲玲虽然善良，但是能看见鹰将国吃瘪，她也乐见其成。听到李玲玲的话，李处长的脸上出现难以抑制的笑容。鹰将国的奥特曼，那确实不用管他了，死了最好。就在我暴揍贝斯的同时，此时的山顶上，曾经召唤过玉米棒子怪兽的神秘人却不知何时出现。诺亚，你一个大男人居然欺负人家女孩子，未免也太过分了吧？看来我得当一回护花使者，帮一帮人家了。神秘人说完后，双手张开举天，释放暗紫色黑暗能量，一道惊雷响彻天际。下一秒，巨大的黑色漩涡在天空中打开，一尊恐怖的身影穿过黑色漩涡缓缓下落，最终出现在世人眼前。火山怪鸟巴顿，平时住在火山中的鸟类怪兽，口中可以喷出强大的火焰，飞行速度奇快。当然，作为鸟类，它最强大的部位肯定是自己的尖嘴。曾灼死过泰罗奥特曼和沙弗林大人，拥有傲人战绩，是极其可怕的大怪兽。又一个怪兽出现了，这次出现的是鸟类怪兽，看上去好像很强的样子。李路慌的一批，光看画风就能知道，现在的火山怪鸟跟刚才的暴龙怪兽完全不在一个等级。这个鸟型怪兽的危险等级是多少？能检测出来吗？李处长同样也急得不行。李玲玲刚刚才变身过一次，短时间内无法第2次变身。没有了李玲玲这个奥特曼，光靠剩下这几台机甲，顶多勉强能对付5.0级的怪兽。要想对付5.0级以上的怪兽，根本不可能。8.7处长，这个鸟型怪兽的危险等级已经到达了8.7级，这又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大怪兽。技术人员说话都结巴，除开几个奥特曼之外，眼前8.7级的火山怪鸟巴顿，就是目前这个世界上有史以来出现过的最强怪兽。这种等级的怪兽，就算集结全世界的力量，也不一定能战胜。完了！见李处长被吓丢了魂，手下的人连忙提醒道：“处长，诺亚奥特曼不是还在吗？以他的脾气，应该不会坐视不管吧？”对，还有诺亚奥特曼，以他的实力对付区8.7级的大怪兽，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加油啊，诺亚奥特曼！曾经将奥特曼视为敌人，并想将其消灭的李处长，此时此刻竟反倒帮奥特曼加起了油。不得不说，这一幕还真是讽刺。火山怪鸟出现后，第一时间就瞄准了我，猩红的双眼跟玉米棒子怪兽如出一辙，转身大吼就直扑而来。对方的尖嘴可是灼死过奥特曼的，我也不敢硬抗，只能在对方即将靠近自己时就地翻滚躲过攻击。贝斯终于能缓口气，快速起身低头一看，胸口的能量指示灯不停闪烁，代表他的变身时间已经不长了。秦宇，你这个仇我记下了，你等着，迟早有一天我会让你把自己的力量吐出来。怎么，你想跑？我准了吗？眼看到嘴的肉，怎么可能让它飞了？立马冲上去。就在这时，火山怪鸟又飞了过来，我只能先应付火山怪鸟。趁着这点机会，贝斯的身体快速化作一团红色光球，飞向远空，消失不见。我被火山怪鸟拖住，眼睁睁看着贝斯逃走，顿时怒火中烧。火山怪鸟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惹怒了我，不知死活的连续攻击。我一怒之下，双手凝聚能量，一记手刀劈过去。火山怪鸟尖嘴两侧的毒囊被打爆，毒液倒灌进入火山怪鸟的身体，反倒令火山怪鸟痛苦不已，不停的抽搐惨叫。该死的东西，那可是一个完整的精英奥特曼能量，你知道有多珍贵吗？就因为你害得我失去了这么一个进化的机会。好，既然你要找死，那我成全你，消灭你，吸收掉你的能量，一样够我解锁红色青年形态。而火山怪鸟也没有要逃命的意思，虽然毒液令他的身体非常难受，但同时也让他狂性大发疯了一样的扑啸。我一脚踹飞火山怪鸟，然后手掌凝聚旋转光轮，使用奥特切割，一下子上去切断火山怪鸟的尖嘴。只见火花闪烁，尖嘴的前端部分飞了出去。火山怪鸟最厉害的部位就是自己的尖嘴，没了尖嘴，它的战斗力直接下降1半以上。嘤！火山怪鸟发出尖锐的凄厉惨叫声，让旁边的李路等人都感到惊悚。妈妈也手段太残忍了，这个诺亚奥特曼还是一如既往凶残的。李路忍不住裹紧了自己，上次被诺亚奥特曼支配的恐惧仿佛就在眼前。我双手用力将火山怪鸟举起来，然后用力往旁边抛出去。咚！火山怪鸟重重的砸在地上，砸得大地一阵摇晃。看着怪鸟被打得这么惨，身处于暗夜魅影驾驶舱内的王凯开始心痒，这个怪兽好像被诺亚打得
快不行。要是我这个时候去补一刀，是不是能抢个人头？此时火山怪鸟已经被打得几乎丧失行动能力，没有力气再从地上爬起来。正当我打算蓄力必杀光线解决掉火山怪鸟时，王凯终于克制不住自己的贪欲，驾驶暗夜魅影朝火山怪鸟冲了过去，并且亮出武器双刀。王凯，你干什么？李璐看到王凯竟然敢私自行动，又惊又懵。你别管，这个怪兽的人头我要了。如果能击杀8.7级大怪兽拿下人头，那我就是有史以来最厉害的机甲驾驶员。哈哈哈！王凯已经完全被贪欲蒙蔽了双眼，浑然忘了我会不会让他这么容易抢到人头。就当王凯冲到火山怪鸟身边，举起双刀对着火山怪鸟的双目刺下去时，我眼疾手快，双手一挥，打出2条蓝白色的光边缠绕住暗夜魅影的双手，用力一拽，暗夜魅影的身体不受控制的被我强大的力量给放倒。我眼睛一眯，奥特之眼开启，透视看见了坐在驾驶舱里的傻逼王凯。好，王凯，之前抢我机甲，现在还抢我的人头，你是真不怕死啊！既然这样，那我就成全你，让你在跟怪兽的战斗中英勇牺牲，新仇旧恨涌上心头。我再次用力拖拽光边，将暗夜魅影狠狠砸在火山怪鸟身上。火山怪鸟被砸了一下，痛得在地上打滚，原本已经没力气，这一下反倒给他激发出了一些气力，翻身将暗夜魅影机甲铺在身下，疯狂的殴打。咚！虽然没了尖嘴，但他的双翅也能击打敌人，打得暗夜魅影的机体变形严重。坐在驾驶舱内的王凯被吓得哭爹喊娘。如果早知道会是这样，打死他刚刚都不敢动歪心思。可惜现在已经没有后悔的余地了。不好，快去救人！李璐几人虽然不满王凯的作风，可好歹也是队友，不能见死不救。随即几人赶紧朝着火山怪鸟冲了过去，打算把王凯救出来。可还没来得及等他们行动，我已经蓄力十字光线风暴。当看到我的起手时，另外3人被吓得全都停止了行动。他们是见识过十字光线风暴威力的，但凡被十字光线风暴擦到一点皮，可能人就无了。十字光线风暴，我毫不留情对着火山怪鸟和暗夜魅影就打出了自己满蓄力的光线。金色的强力光线划破夜空，打中火山怪鸟，轰！爆炸的火光冲天，火山怪鸟和暗夜魅影都被爆炸的冲击力覆盖。恭喜宿主，红色青年形态解锁进度100%，开启蓝色青年形态解锁进度，蓝色青年形态解锁进度5%，红色青年形态终于开启了，不容易啊！此时此刻我十分激动，有了红色青年形态，我终于能开启梅塔领域。爆炸的火焰消散，火山怪鸟、暗夜魅影与驾驶舱里的王凯全都被刚刚那一发十字光线风暴送走，连渣都没留下。这对我而言可谓是双喜临门，整个人都清爽了不少。李璐等人亲眼看见王凯死在眼前，一时间百感交集。再看向我变身的奈克瑟斯奥特曼时，眼神中多了几分恐惧的意味。我操，诺亚在干什么？他竟然杀了王凯！此时李处长快被气疯了，一是生气王凯不听指挥的愚蠢举动。